蓝忘机站起身，刚刚魏无羡走的时候好像并没有锁门，他走到门前，然后轻轻一动门把手，果然门没有反锁。蓝忘机的眼睛闪了一下，他刚开始以为就是单纯的陪魏无羡住几天而已，但是他想多了。过了一段时间，他才发现魏无羡对他的占有欲特别的强，只要是蓝忘机去哪里，魏无羡肯定要跟着，魏无羡是不可能让蓝忘机一个人出去的。说好听点，就是魏无羡怕蓝忘机迷路，毕竟人生地不熟；说的不好听点，就是魏无羡怕蓝忘机跑了。大白话就是蓝忘机被魏无羡囚禁起来了。现在无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只要蓝忘机再往前走一步，他就能离开这里，而且魏无羡也不可能知道他在哪。但是他一有这个想法，他的眼前脑海里面就会浮现出魏无羡那一双桃花眼深处的脆弱和倔强，总感觉哪里不对劲。蓝忘机摇了摇头，认命的回了自己的房间，然后闲着没事就开始画一些素描。不知不觉就到了晚上，蓝忘机正在给魏无羡发消息，在那里应酬。而正在喝酒的魏无羡正好看见这条信息，轻轻笑了一声，回道：“你猜啊？”蓝忘机回了淡淡的2个字：“不猜。”这还是蓝忘机第一次主动给他发信息呢。魏无羡然后递报了个地址，说道：“我今天回去的比较晚，你早点睡。”蓝忘机嗯了一声。外面的天气已经冷风阵阵，果然不一会就下起了大雨，雨声像豆子一样拍打在窗户上，也敲打着蓝忘机的心口。蓝忘机忽然想起魏无羡走的时候没有带伞，这天气也开不了车。想到这里，心里莫名的有些烦躁。蓝忘机又坐在自己的画板前，画起了素描，但是蓝忘机的心因为这雨声怎么也静不下来。好不容易画完了，蓝忘机一看见自己画的是什么的时候，一下子就愣了，铅笔掉在了地上。他画的正是一个魏无羡的素描像，简直是疯了。蓝忘机拿着雨伞，打开门就走了出去。他刚刚用地图查了查，发现魏无羡应酬的地方离家里并不是很远，走着过去就行了。外面的雨和刚刚相比已经小了一点，凉风穿过蓝忘机的脸颊，心里莫名其妙的那口气就忽然的没了。蓝忘机一边走一边看着地图，等他到了那个酒店的对面的时候，忽然看见魏无羡和一群人搭伴走了出来，而且正在和旁边的人谈笑风生。旁边那个人好像和魏无羡的关系很好，还笑着打了打魏无羡的肩膀，而魏无羡那双桃花眼里带着一丝笑意，然后也笑着打了回去。2个人中间就隔了一条大马路。蓝忘机打着伞静静的看着对面的魏无羡，一双眼睛依然没有任何的情绪，但是拿着伞的手已经微微发白。魏无羡和那群人上了车，蓝忘机还站在原地没有动。他吸了口气，然后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背影模糊又挺拔，平时在这浓郁的雨雾中也不难看出那人的清贵气质。魏无羡好像感觉自己认错人了，蓝忘机这个时候怎么可能出来？下这么大的雨，轻轻地摇了摇头，又带上那熟悉的笑脸。雨下的比刚刚又大了些，打在水洼处，打湿了蓝忘机的鞋子。清贵的背影渐渐地在这浓郁的雨雾中消失不见，而蓝忘机始终也没有再回头。魏无羡晚上喝了酒，身上带着一些酒味，准备先去江城家洗个澡，然后顺便看一看江厌离再回家。江厌离先给2个弟弟煮了一碗姜汤。魏无羡体质其实不怎么好，他一到下雨天就会浑身发凉，手脚都是冰凉的，所以下雨天江厌离都会给他煮上一碗姜汤，哪怕魏无羡再不喜欢姜汤那个味道，也会喝下去。魏无羡喝了2口热腾腾的姜汤，才感觉自己的手脚开始回暖。明明天气很热，但是魏无羡的体质就是这样，一到下雨天，不管是天气热还是冷，他手脚就会冰凉。他其实很会照顾自己，除了他的体质畏寒之外，魏无羡的饮食很规律，还有作息，导致他没有任何的肠胃病之类的。等魏无羡把姜汤喝完了，又和江城江厌离聊了一会天，就准备回去了，已经快10点多了。江厌离也不强求，笑着点了点头，然后把魏无羡送到了门口。魏无羡一到家的时候，蓝忘机就坐在沙发上，修长的腿上还放着一个笔记本，蓝忘机正在上面画东西。不知道为何，魏无羡忽然想把那个笔记本拿下来，自己坐上去。蓝忘机听到动静，
只不过是抬头凉凉地看了一眼魏无羡，又专心把自己的目光投放在了笔记本上面。魏无羡愣了一下，然后快步走过去，坐在蓝忘机的旁边说道：“你晚饭吃的什么？”蓝忘机看都没看魏无羡，也不搭理他。魏无羡又喊了一声：“蓝湛，蓝忘机。”蓝忘机这才看向魏无羡，冷冷地说道：“我要回去。”魏无羡一听，眼底的笑意慢慢的消失不见，声音都有些危险：“你说什么？”蓝忘机的声音更冷，脸上仿佛带着寒霜，说道：“我说我要回去，听懂了吗？”魏无羡一听，冷冷地哼了一声，有些咬牙切齿地说道：“想都别想。”